川普要去中国访问，就黄仁勋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那黄仁勋的角色跟台湾的这个政治定位又非常有关。你讲说台湾一定要搞清楚我的位置，我们应该趁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的时候，我们来跟荷兰合作吧，我们跟德国合作吧，我们跟日本合作。你刚才提到了欧洲很多国家，他们需要台湾，非常有兴趣。现在台湾跟以前不一样，台湾现在跟韩国的关系，台湾现在跟美国的关系，台湾现在跟欧洲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们跟韩国是竞争关系，现在是互补互融的一个关系。现在台湾最妙的是，我对全世界都没有威胁，因为台湾以前被骂就是你都不做品牌，最好的那块没有吃到，我们做的代工，我们就是无名英雄。可是没想到这个无名英雄却得到全世界最大的信任。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在2019年台积电的运动大会里面，他特别提到说，现在台积电已经变成了全世界地缘政治的兵家必争之地。他刚刚讲这句话的时候，大家还懵懵的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台积电会跟地缘政治有关？为什么台湾已经卷入了地缘政治的风暴？”就没有想到他的话就是等于说一锤定音。台积电在国际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它真的变成兵家必争之地，真的变成全世界强权必须要争取的最重要的物资。现在在半导体，就是晶片，已经取代了石油，变成了最重要国力的一个展现。那台湾恭逢其盛，台湾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是在半导体产业里面，在 AI 产业里面，我们什么的供应链都有，我们什么的能力都有，所以台湾的问题就越来越重要。另外就是这一次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叫做黄仁勋，他去或者不去，结果呢，在最后一刻，当川普的专机在阿拉斯加停下来加油的时候，他居然上飞机了，就代表川习会里面最敏感的角色就是黄仁勋，而黄仁勋代表的就是 AI， 把台湾跟连接起来，就代表在全世界里面两权战争里面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晶片战争，而这个晶片战争的关键就是串联台湾以及美国之间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所以你今天如果你要去讨论台湾的半导体，你已经不能单纯说，我只知道去知道技术，或者我只要知道这未来这个股票怎么发展，不，你必须要对全世界的权力斗争，全世界的地缘政治有基本的了解。当你去了解全世界的地缘政治，当了解全世界的权力斗争的时候，台湾才能够找到自己最安身立命的地方。而讨论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今天讨论部分当然要找到这一方面的一个专家。我们知道在台湾对于半导体、对于 IC 产业、对于电子业最了解的，当然就 DigiTime 的这个创办人黄金佑，因为在竹科的时代里面，他们这份报纸就专门服务竹科。你都会想到，只是让竹科专门报道产业，在一开始大家媒体不看好的状况下，他们居然慢慢的成长，慢慢的茁壮，变成了整个研究台湾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你要去变成你的关键的是，你还对地缘政治了解，你要跟全世界非常厉害的人去交谈，了解全世界的想法，你才能够回来对台湾做精准的定位。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黄金永黄社长来跟我们讨论说，今天半导体台湾很重要，那台湾未来到底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台湾未来也在这个角色里面，我们还可以有怎么样的发挥？社长你好。你好，宝杰，还有宝杰怎么说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接受这个访问哈。我想宝杰一开始的命题是2019年张忠谋讲地缘政治嘛，对，好，那为什么要讲地缘政治？当然是美中两强争霸嘛。再往前推一点，就是2014年、2013年的时候，在习近平跟那时候是奥巴马见面，奥巴马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太平洋大到可以容纳中美两国嘛，对不对？所以开始美国警觉，中国崛起。好，那其实呢，大家知道哈，中国的供应链真正崛起的时间是2008到2018这10年，黄金10年，北京奥运开始。actually 我们应该讲智慧手机。智慧手机为什么？2007年 iPhone 出现了，因为以前的手机是单向接收的，智慧手机是双向联通，所以中国14亿人口带来的数据的总量大幅增加，交错无限的交错创造的价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2000年以后，台湾笔电的生产线全部搬到中国大陆，所以有笔电的生产线之后，才有所谓手机的生产的供应链。那台商在一开始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中国手机的规模也很大？对，好，全世界前10大手机厂只剩下2个不是中国品牌，三星跟 Apple， 对不对？好，所以中国自己包括自己国内市场，还有它供应链越来越大。我们也都知道，一个手机的订单可能高达100万台，但是呢，笔电可能只有20万台、30万台，所以笔电还比较适合台湾。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从90年代发展的笔电产业，到今天为止还是控制在台湾人手上。HP、Dell，对，基本上都是交给台湾，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才有今天的伺服器。笔电跟伺服器有高度密切的关系，我们的生产体系是类似的。好，我们现在回来讲，就是说，中国最关键的10年是2008到2018，那是黄金10年，大家开始崛起，开始去理解。坦白讲，宝娟，我告诉你，2018年我也很紧张，因为那个等于是黄金10年的最后1年，对，没有人看到中国会怎么样，对，大家都很害怕，因为太强大了。他那时候提出了2025中国制造了， Yes 而且他已提到了大国崛起了，是，好。那时候有一个影片，就是大国崛起，大家都看到了哈。2017的时候，我写了一本书，叫做《巧借东风》。巧借我看。为什么巧借东风？你知道？我好怕，为什么？我知道我们光靠台湾的，我们玩不下去，所以我才写说，我们要跟别人借东风，我们才有机会嘛。2018年真正的美中贸易大战开始爆发，张忠谋开始讲地缘政治。好，那2019年以后。推波助澜的东西还有很多，其中最关键的是2022年的11月 ，ChatGPT 出现了。所以你可以知道 ，ChatGPT 出现的第一个 quarter，NVIDIA 就是辉达的营业额是多少？71.9亿美金。那上一个 quarter 就上一季，辉达营业额多少？681亿美金。这一个 quarter 的财报有可能在800亿美金左右，所以你说72亿变成800亿。那是几倍？11倍。好，那你开始想象一下，就是说，短短的3年之内，单季的营业额成长10倍。那么黄仁勋、辉达应该靠谁？他不可能去找别人，因为他要 reliable。第二个，太敏感的产品不能在大陆做。对。那台湾只剩下一个对手，就是大陆了。对。因为我们跟韩国其实没有直接太多的竞争。大家想象一下。韩国的电子工业就2大 ，SK hynix 跟三星，对不对？那请问一下，三星跟台湾重叠的业务是什么？晶圆代工，只有晶圆代工。那晶圆代工占三星营业额多少？好，你开始想象一下这个事情，晶圆代工可能只有130-140亿美金。那么它在整个三星营业额，大家知道吗？三星从2017到2025这8年，它的营业额都在2000亿美金上下，它 stagnation 就是停滞性的成长，但宝杰，你会不会很惊讶？今年三星的营业额可能会高达4000亿美金，因为 HBM 的关系。Yes， 好，那明年如果6000亿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三星的获利，如果今年是1600亿美金的话，那等于台积电的营业额。对，好，过去台积电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把前一年的获利丢入做第2年的资本支出，但因为它市占率是别人的10倍9倍，所以别人不可能打败它，这是过去的竞争的方程式。那未来如果三星说我的获利是你的3倍，那我如果要砸钱，我不一定会输你。对，好，那我们开始要面对新的竞争模式。我只是提醒这个事情，但我们回来讲，就是说，辉达 NVIDIA 营业额在短短的3年之内，单季营业额可以成长9倍10倍，这一件事情，它背后代表要有一个稳定的供应链。它有稳定的供应链，它当然找台湾。为什么？因为辉达在1993年创办的时候，它是绘图晶片的设计公司。那绘图晶片卖给谁？卖给台湾的绘图卡主机板公司啊 ，PC 公司嘛，对不对？所以他从一开始就跟台湾很熟，所以他完全了解台湾的供应链。所以他为什么每一年到台湾5趟？是为什么？好，他其实见他的供应商嘛。所以我要台湾帮我生产，我再卖给台湾的厂商。对，好。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回到大的框架去想象问题。为什么今天辉达这么重要？为什么台湾这么重要？TSMC 这么重要？它有几个
辉达黄仁最近常讲5层蛋糕嘛，你有看嘛？对不对？但我有不同的5层蛋糕，有不同的理解。好，我认为第一层是谁？第一层就是 Amazon、亚马逊、微软，好，那包括 Meta、Google 这些公司，他们在干什么？宝杰，你知道吗？现在全世界有10家公司，科技公司，它的市值超过1兆美金。对，这10家公司上个礼拜的总市值多少？你知道吗？28.9兆美金，我都研究过。好 ，OK， 那这10家里面，原来只有台积电做晶片，其他都是设计晶片，不做晶片的，对不对？好，那我的问题就是说 ，Amazon、Google、Microsoft 这些公司在干什么？他们在定义软体的价值。然后呢，软体跟硬体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软体的事业模式要不一样。但软体复制软体的成本很低，所以他们无限的极大化、扩大他们在软体的影响力。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垄断。这我以前读过一段马克思讲的话，太经典了。他说，资本主义的终结就是垄断。哇，好可怕！你知道，现在世界级的公司都想搞垄断，因为垄断才会赚钱。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软体被他定义了，他们最后发现一个问题：电子产品有2大功能，第一个算力，第二个存储资料的能力。所以呢，当软体被定义好了之后，它需要更大的算力。对，然后就发现说，NVIDIA 中间占了一个角色，它的CUDA 的软体，定义了绘图所有的软体，晶片的互动联动，它怎么联动？第二个，它有绘图晶片 GPU， 所以这2个就让辉达在过去4年当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它现在出现一个新的对手 ，Anthropic、Claude， 对不对？对，所以这2个是第2层。所以我刚才讲，第一层是 Amazon、Google、Microsoft 这些公司，对不对？第2层就是定义软硬对接跟硬体系统对接的这一期的，所以这2种人都是美国公司，我们台湾没机会，对不对？但是回到供应链底下有3层，供应链3层，供应链有3层是属于台湾的。好，第一个大家最容易懂的哈，就是台积电，对不对？Intel、Samsung 在做晶圆代工、晶圆制造嘛，对不对？第2个就是三星、SK Hynix， Micron， 他在做什么？做记忆体的。所以这个晶片是这6家公司为主。好，包括我们的联发科都在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角色。那最底下是谁？就量产制造的公司。你知道 EMS 大厂就是鸿海、广达、仁宝、伟创、伟影这些公司，他们在干什么？和硕、仁宝，他们在干什么？宝杰，你知道吗？去年全世界前20大 EMS 制造厂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Service 20家，都是台湾，台湾有8家，但是台湾今年第1季占全世界71%，都是台湾人在干。对 ，OK， 所以我们量产，所以你要买任何的货柜，要买任何的伺服器跟组装都是台湾，台湾就对了。好，因为我们查过2025年我没有资料，2024年美国进口的伺服器67%是墨西哥供应的。26是台湾供应的，对，但是墨西哥也是台湾啊，对，所以等于美国的伺服器合作都在那边测试，是，好，都是台湾公司做的，对不对？好，这是1块。第2块，宝杰你也知道啊，你对资本市场很敏感啊。台湾有40-50家千金股，对不对？那些人是谁？那些人就是 AI 伺服器的供应链的，对，从半导体一直到探针卡都有嘛，对不对？好，所以问题来了。所以这2个共同建构了一个非常棒的 ecosystem。那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条件？因为人口密度高，因为我们90%的公司总部设在新竹到台北1个小时的车程。宝杰你知道吗？Digitime 1年办几场专业研讨会？多少？300多场，等于每天都有1场，几乎有时候2场。为什么？我们可以从伺服器一直讲到电源管理 IC， 对，讲到印度，印度的手机、印度的无人机都可以谈啊。所以每一天都有很多新鲜的题目。是，好，所以你知道我们可以效率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消费性电子展一结束，第2天我们在台北办研讨会，谈什么？谈消费性电子展里面最重要的五个项目，比如说无人机，智慧眼镜，比如说去年他们跟我做报告的时候，我还记得。智慧眼镜有百镜大战，100家智慧眼镜公司在竞争，台湾只有4家。为什么？因为没有量，台湾不想做。所以我在书里面也特别谈到什么？
台湾产业有庸俗化的疑虑。为什么？我们没有量，不想做。对，好，这个是我们的。这您可能也想跟我讨论一下无人机啦、智慧眼镜啦这种 edge computing 边缘运算。我们台湾 yes 下一代我们台湾要做什么事情？好，所以我们回来讲，就是说底层的制造的部分，因为台湾小，我们又有经验，又有资本市场支持，对，所以全世界最棒的那个配方元素都出现在台湾，都刚好在台湾，刚好在，因为它需要快速回应市场。好，那现在我刚才讲晶片公司跟底下制造厂，对，中间还有一块，你知道是谁？蔡司、康宁这些公司，就专业的，它有特别的零件、配件、材料。对，这种公司呢，其实我想跟他们讲，我想透过宝洁的节目喊话，喊什么话呢？我说，那你们要不要来帮我们再栽培50家千金股，也来台湾？比如说光通信的时代，细光子的时代，对，光纤的时代。那么在我们看到的康宁的光纤，它股价涨了3倍。市值涨了3倍，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分一点？好像我一个好朋友简立峰，简立峰在他的书里面谈了一件事情，我也印象深刻。他说 ，COVID-19 之前，1%的人拿走40%的财富。对，他说 COVID-19 之后变成50%，但是啊 ，AI 普及以后变成99%。对。那我在想说，那台湾人有没有可能变成1%的人？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定义市场。但是呢，美国人赚到了99%，我们分9%就好了，就我们在帮你做制造，分美国的人的钱，我们分美国人的钱。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川普政府不会课征台湾太高的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要把台湾放在变他一部分。不，他不得不这样干。我不能说川普喜欢台湾，对不对？我们不要这样期待哈。我现在的期待是什么？宝杰，你知道全世界100大半导体公司，这上礼拜的资料。加总的市值多少？15.9兆美金。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美国公司有36家，占比市场占有率市值的占比是64%，所以美国赚最多。对啊。好，第二名台湾16家公司赚了全世界的市值14%。好，第三名是谁？韩国占了10%，它9.9%，但是重点不是9.9%，韩国只有3家，好，所以韩国的市值是集中在三星跟 SK Hynix，对，好，然后第四个是谁？中国跟日本，各2.6%，但日本只有10家，对，但中国有21家，那什么意思？中国都还在栽培，对，它还没有真正变成 critical 的 player，所以市场的结构是这样子。好，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课台湾跟韩国的税，倒霉的是不做晶片的美国公司，对，因为的成本对不对？它成本就会增加，所以美国不会这样干。好，所以我们开始去理解全世界的供应链，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台湾非常有利的时点。对，所以我可以预期，好，比如说2026年台湾的税收会超收，股票市场的市值还会继续涨，对，它会涨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开始想象一下，我们现在有很多资源，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我看到一个资料，当然很兴奋啊。比如说 ，IMF 说，台湾在2031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所得会高达56000块美金，我们会超过韩国1万块美金，对，大家都很爽嘛，对不对？宝杰，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去年秋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带我太太到韩国1个礼拜，开车玩，我自己开车。1个礼拜，我很感慨，韩国第3线、第4线城市都比台湾进步很多。好，它全部高速公路的连接、快速道路连接，然后城市的建设。你最近有去首尔吗？我很久没去，没关系哈，有机会去看一下。宝杰，我也希望你去看首尔。对，你去看首尔。我叫你看的，请你看的不是说首尔比我们伟大，好，我看不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媒体观察者，我们该做的事情是，为什么现代百货，或者是新世界百货公司里面的 layout， 它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它的 K-pop 是什么东西？好，韩国的韩流明星，他为什么要找台湾合作？因为他背后想找台湾的 AI 的解决方案，因为韩国太贵，
他应该找我们的工业电脑公司。那我们的人有没有这种企图心？对，去争取韩国市场？还是说我讨厌韩国？这个不 work， 对不对？全世界台湾是个小国家，我不可能说我不喜欢印度，说我不去印度，因为印度越来越重要，对不对？我们可能需要新加坡当我们这里东协的据点，让我们要想象这个事情。那我们跟日本什么关系？宝剑，你知道吗？日本进口的半导体只占全世界的3%而已。所以那日本碰到什么问题？那欧洲碰到什么问题？它有各自的问题，对不对？那中间都可以把台湾当成杠杆。台湾你要有这个自信，我现在是全世界最重要供应链的 key player。我们能不能？我完全支持政府讲的一句话：台湾 can help。好，那问题是，我们能 help 人家什么？对，你要我们要帮人家什么忙？好，举个例子来讲。你会不会很惊讶？上个月我帮越南20几个官员上2天的课，不是我们找了4、5个专家。你去越南上课？没有，他们到台湾来。你很惊讶吧？我们说我们没有时间去，他们说他们过来。好，但我们收了不错的价钱。2天的课，我们当然应该收好价钱。其中一个讲师叫杨光磊，你知道他吗？台积电6骑士之一。我知道。他是我们公司的顾问，我跟他私交很好，所以我请他来帮忙。好，然后他讲课的时候，我紧接着他讲，杨光磊讲什么？杨光磊说，1970年代的末期，我在台大电机念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半导体。我到美国伯克利念书，他是伯克莱的电机博士。对，好，他说去那边我才知道说，美国人定义的半导体是怎么一回事。好，他跟所有的越南官员讲，他说如果你知道。现在谈半导体最厉害、最有经验的人全部在台湾，你们到台湾来上课是应该的。好，他跟他讲，好，我们要有没有这个自信？对，如果你认为台积电是世界一流的，我们在旁边观察，我们每天在看，但我为什么要去听晶片战争的人讲话？对，他真的比我们懂，他历史学家，他怎么？我们台湾才真的懂。对，我们天天在这边，不要说打混了哈，就是我们的氛围。有一天，我妈妈突然问我说。什么叫 DRAM？ 我妈93岁，她念过中学，所以她英文会念。我跟你讲，我听过苏姿丰讲过，他非常惊讶的是，他到了台湾，每个人知道 DRAM， 每个人知道 CPU， 每个人知道 GPU。他说到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台湾人一样，对于半导体很多的部分可以这么的耳熟能详、信手拈来就可以谈的。我的特助是清华的博士候选人，她是理工女，好。他常陪我出国，有一天就跟我讲，他说：“社长，我陪你去了很多个国家。”我说：“然后呢？”他说：“只有我们可以把国家的产业结构讲清楚，其他国家都搞不清楚。”我说：“这是我的训练。”宝杰，你知道40年前我回台湾的时候，是李国鼎、李资正找了20个年轻人做产业规划的工作，我是第20号到资策会去，对，情报中心。然后李资正去找了7000多万台币训练这20个人，我们找的老师是 Boston 来的，所以我们受到很好的训练。那后来我当主任，你知道吗？为什么当那么快？我36岁当主任，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产业太蓬勃，比我优秀的都被挖走了，我升得很快，我30几岁就开始搭商务舱，就我也觉得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对，好，那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所以我一路走过来，所以电子业老板都跟我很熟，因为你完全在这个领域里面。不过你刚才讲的一个关键就是说，本来我们都觉得台湾是一个罪儿小国，台湾这是一个亚细亚的国给我们并不重要。可是我们现在有2个东西翻转，就是台湾本来小，可是没想到这个小国寡民，这个所谓的地下人口变我们的祝福，不是诅咒。第2个就是因为 AI 的关系，因为半导体的关系。不是台积电变成了地缘政治的兵家必争之地，台湾也是，所以你感受很深刻，就是台湾现在的国际的发言分量，我们现在跟别人的互动，别人想要去了解台湾，你特别讲法国现在都很想了解台湾，您的感觉是说，现在台湾是真的可以走出去了，那个我们的这种发言权，我们在全世界的大家对台湾的好奇，或者是全世界要来台湾投资这样的一个氛围跟过去，或是它是不是一直在蓬勃发展当中？今天晚上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演讲，帮60、70位金融界的老板上课，很多是大的金控集团的董事长、总裁自己来听课。好，这是第一个。第2个，我昨天帮蒋万安市长上课，市长、副市长他们在讲什么？我在讲2个东西，台湾必须要改变的很重要的氛围跟结构。过去我们只是做代工，
我们做了60年以后，我们开始知道这个行业我们有话语权，我们有影响力的。那么我们要有自己的论述，我们的产业结构、我们的产业政策不应该只学美国，因为我们本来就长得不一样嘛，哈。宝杰，你知道，美国的 GDP 大概只有10%是制造业创造出来的，台湾是将近40%，这个两个怎么会一样？美国最好的精英在设计产品、定义问题，台湾最好的精英在台积电、联发科设计晶片、生产晶片、管理公司，对不对？我们是不一样的产业结构。所以我们很多东西不能学美国，比如说政府很多的劳工法规，我们不能只学美国。为什么？因为美国地广人稀，人的互动少。台湾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90%集中在新竹以北。现在如果你有机会去桃园机场附近的青埔看看，会发现好多新的工厂，我也很惊讶，对不对？华雅园区，那你知道我们刚才谈到说，今年3月份。台湾的总出口第一次超过800亿美金，对不对？对，里面78%左右是电子产品。对，好，那么问题来了，张善政市长来问过我，问什么？好，我就跟他谈川普关税的问题嘛。我跟他说，市长你知道吗？桃园有2000多家报关行，如果他报关的项目都是电子产品，然后他们一无所知，那么他们就是搬箱子的工人而已。这个老板要去知道他们现在的结构，要听宝杰怎么说这个节目嘛，对不对？你至少要对这个事情有一定初步的轮廓跟概念，然后你形成你的管理的经验、管理的哲学，让你的员工知道你不是一个工人而已，你是有知识的工人，你是知道怎么做这个事情的人，社会的联动才会增加，我们附加价值才会提高。这是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就是说，服务业，我们两个都是服务业。那宝坚，你知道台湾的服务业占了台湾 GDP 将近70%，但是服务业的薪资只有50出头，对，很低。好，那问题来了，我们是低薪的服务业，那我们要走向高薪的服务业的方法是什么？好，我们能不能定义出对跟鼎泰丰一样？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道，他说鼎泰丰的员工薪资占营业额的52%。这让我很惊讶，对不对？那他一定有不同的方法去赚到钱。他第一个开门市的成本很高，但是他授权的收入很高，因为附加价值也很高，所以他授权西雅图的鼎泰丰，授权巴黎的鼎泰丰，他可以赚到很多钱，他才可以补贴这边嘛。所以你要是知道说羊毛出在狗身上，对，好，猪身上，然后狗付钱，等等哈。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他杨老板的这个态度，很棒。好，就是说我们从这些前辈的身上学到什么？对。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靠台湾的电子业赚到知识服务的钱？因为我们就跟人家长得不一样嘛。你为什么要 Me Too 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很挣扎，我要不要去投资另外一个智慧医疗的网站？你知道宝洁最大的问题在哪里？知识服务业的所得税跟制造业是一模一样。那制造业哈，你可以知道，今年第一季台湾电子业一片的荣景，很多人创新高，对不对？那它一直 double、triple、2倍、3倍 ，EPS 50、80一大堆，对不对？好，问题来了，那是量产制造规模的行业。对，知识服务业，我们台湾有几个宝洁？没有办法量产。很难嘛，对不对？我们知识服务业就是人的特质不一样，所以问题来了，宝洁，你一天让你开8个节目，你行不行？不行，当然不行了，因为你一定会有精神压力，你会有内容的问题哈，对话的对象的问题，这些问题你要准备嘛，对不对？我看宝洁找我上这个节目，他自己做很多功课，那我就说OK，我也很认真回答你哈。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人为什么他的所得税也是40%？那我最好的方法就不要做了，因为风险，因为你服务业的风险很高，服务业的成功率比制造业低，在台湾是这样。宝坚，你知道到国立大学讲课1个小时多少钱？好像很，我告诉你，1057块，好，然后扣掉40%的税，来回交通费自己负担，所以你要去吗？那我们现在又告诉你说，我们缺工程师，缺半导体人才，叫我们回学校上课，就不想付我们钱。这时候我们碰到台湾的困境，就是说我们不缺钱，但是我们的责任是让社会了解，我们让下一代的年轻人他愿意从事知识服务业，这是政府的责任。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今年我们靠制造业可以赚很多钱。如果我们知道，像我上礼拜在韩国讲课，我很骄傲的讲说，
韩国好棒，今年第一季你们 GDP 成长率3.6%，是5年来的新高，但是台湾是13.69%，所以韩国人都瞪大了眼睛看我，对不对？那我就告诉他说，哎，你们一定不知道。韩国是台湾第1大贸易逆差国，你从台湾赚很多钱哦，370亿美金哦，你们对台湾最好到底多少了解？好，第3个问题就是说，台湾人要自己去论述，我对韩国是重要的，这个重要是不卑不亢，因为我不需要讨好你。好，那我们的条件是什么？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工作者，最大的责任就是讲真话，做对的事情，让社会的资讯的互动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所以，宝杰，我们可以理解一件事情：语言的境界，就是思想的极限。您同意吗？你语言可以用到这个字，维根斯坦的名言，你想过了吗？对不对？你想过这个事情，所以我知道说，我跟韩国怎么互动，我们跟其他国家怎么互动。现在只是回来讲，就是说，台湾现在的问题不是大环境不好，台湾现在的问题是环境太好，然后我们天天在谈选举，好，我们现在开始要花点功夫，尤其是治国的人、理政的人，不管是台北市长、财政部长、经济部长，都开始要思考这些问题。好，我们怎么去改善我们过去长期以来的弊病？为什么我刚才谈说台湾是60年？你知道吗？因为有一天，光宝的创办人宋公元，宋公元请我吃饭，就我们2个人吃饭，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以前在高雄小港加工出口区工作过。”他说：“我有一个很有名的同事。”我说：“哪一位同事？”他说：“联发科的蔡明介。”我说：“哎，那你们2个在高雄做什么？”他说：“我们在封测厂工作。”然后我就开始想，高雄加工出口区到底是干什么的？那是1966年创办的。我把故事看了一遍，我也很感动。你知道吗？是蒋经国总统找李国鼎，他说没钱啊，我们台湾一年要外汇，要5000多万，缺外汇。对，那时候我们台湾人均所得248块美金。好，李国鼎说：“那你让我到高雄加工出口区改一个加工出口区。”对，就会知道接下来的5-6年，台湾每一年都10几个%。那请问一下，如果没有那几年的成就、累积的资产，您认为我们敢在1974年成立工研院吗？当然不敢，对不对？我们敢派出一个团队到美国去接 RCA 计划？不可能，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一直这样投资，一路这样走过来，台湾呢，恭逢其盛。然后我们这一代是婴儿潮，我们这一代理工科又最多，对不对？我们这样一路走过来，最适合台湾，而且大陆还没有醒过来，所以那时候台湾做什么都对。对，好，我问一个可能不见得大家喜欢听的答案，我说，如果当年归国的学人他有大陆另外一个选择，你认为他们会全部到台湾来吗？不一定了。对，所以我们要感恩。OK， 那我们现在感恩不能只是说感恩过去李国鼎啊这些人、孙运璇这些人帮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都很棒，我们都尊敬他们。好，我们这一代的责任是告诉大家，未来10年、20年、30年，我们该做什么。对，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我现在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知识型的服务业在世界级的产业的背后，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该做什么事情？第2个，国内越小，国际越大。第3个，政府资源的投入，不要用 KPI 来定义问题，因为软体不能用 KPI 定义问题，因为每个公司都不一样。政府必须要改变100万以上公开招标这样的陋习。我们曾经接过新加坡政府的一个东协南亚地区的伺服器产业的研究案，然后我们出发之前就跟新加坡政府联络，委托我们的官员，我们问他，请问一下这个计划的 KPI 是什么？你知道新加坡政府怎么回答？没有 KPI。他说我们已经信任你了，为什么需要 KPI？ 好，新加坡政府为什么有效率？他告诉我们，我信任你。那政府最大的价值就是得到社会的信任，我们也愿意信任政府，政府应该得到我们的信任，所以政府台湾很多的规范，不要做得太复杂，让老百姓，因为我们最大的优点就是人口密度，好，我们的服务业最大的缺点就是人口密度，但制造业最大的优点就是人口密度，所以我们要把 last mile 最后一里路串接的最好，我们商业行为要电子化、数据化，比如说我家住在滨江市场不远，
我就有时看到老先生老太太蹲在地上卖菜，OK， 我们要课他税吗？不要，他就是你知道嘛，让大家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不课税，100%不课税，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可不可以 e-payment， 我才知道说，哎，高丽菜卖的比较好，对，还是青冈菜比较好，价钱有没有改变，等等我们必须知道所有的行为。我想宝洁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宝洁跟我谈一件事情 ，agentic AI，AI 助理，对，宝洁你知道吗？中国国务院的人工智慧的发展的规范里面，他说2027年中国的 AI 助理要普及率要达到70%，70%的意思是10亿个，OK， 那么 AI 助理会长在什么地方？可能长在电动车里哦，可能长在我的智慧眼镜里哦，可能长在我的笔电里哦，所以它是多元多样的变化。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抖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那你讲到这里，就是你书里面特别提到一点，其实现在半导体都是我们生产的，整个的半导体生产链台湾是最完整的，可是 Agent AI 我们反而是没有了。也就是说，今天韩国帮我们买了很多的晶片去，他们在发展它的 Agent AI。结果我们看到了中国现在大量发展它的 Agent AI， 它的大疆无人机现在已经可以用无人机去送货了。可你说这一块，我们台湾反而是最缺的，不管是资料中心，不管是今天的 Agent 的这种等于说边缘预算的这个发展，台湾反而是空缺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做最辛苦的那一段，真正该应用的那一段，我们台湾是没有的。我们公司最近接了一个国际级大公司委托的一个研究案，就主权 AI 之后到底要谈什么事情？好。但我的主权 AI 就是大家开始想象，全世界做软体除了中国跟美国之外，还有没有第3个成功的范例？几乎没有，对不对？第二个 ，hyperscale 超巨量型的数据中心，大概要投资多少钱？300-400亿美金。对，好，60%是晶片、伺服器这些东西，40%是水电、基础建设等等。好，那问题来了。到底谁在投资超巨量型的数据中心？就是我刚才讲 Amazon、Google 这些公司，微软这些公司，对不对？所以他们有 Cloud Service 云端的服务。好，问题来了，那德国、法国、英国、韩国、日本、台湾，我们所需要的智慧医疗的数据资讯到底要放在哪里？也就主权 AI 的概念。对，我们有国家安全的问题，包括国防啊，很多的需要，我们都需要自己的主权 AI。好，假设每一个数据中心是 vertical 分众型的，我需要50亿美金到200亿美金。那请问一下，谁帮你做这些数据中心呢？就台湾，还是台湾嘛，对不对？好，那问题来了，台湾个子小，我刚才讲，宝洁你知道台湾的 GDP 占全世界的0.7%，台湾比较有钱，所以我们 roughly 占全世界市场1%。正常你这样想就好，我们的手机roughly 1%。好，我们的电视机1%，好，大概是这样想，差距不会很大。我们的市场好，没关系，好，重点不是这个。如果你只有1%，你希望别人正眼看你，那你应该怎么做？所以只有一种办法，当我们把产业产品的 life cycle 生命的周期分成4个：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如果我们都跟以前一样，只有在成长期、成熟期才进入市场，那么我们永远都是1%。如果在 emergent 就导入期、萌芽期，我们就投入了，大家都没有做，我们就全世界50-80，我们才会重要。但是我们这个50-80，重点就是我们后面有供应链，别人没有啊。好，比如说我们台湾4G、5G，为什么不能是全世界最早领先导入的？因为后面的供应链都在台湾嘛，对不对？所以中华电信是来创造价值，还是来赚钱的？这2个不一样嘛，对不对？如果政府只是要求中华电信每一年要缴库多少钱，那么中华电信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其他公司干掉，不是这样子吗？那我们现在不期待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期待说中华电信、台科大、远传3个共构一个全世界最美好的5G、6G 的应用环境嘛，应该是这样子，我们应该这样想。然后把我们的 content， 把我们的通路零件，我们把启基、D-Link、友讯、好智邦这些公司的东西，网通的设备全部建制好，都在我们台湾嘛。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不可以图利厂商，但是政府要想尽办法图利产业。它不能是一家公司。那如果产业共同获利，或者是我投入一个环境，让大家可以赚钱，我们才有更高的所得。好，政府一定要知道，我们台湾很有钱，我们的外汇存底6、7千亿美金，我们每天省钱。台北市的市容为什么不如首尔？因为我们赚的钱都放口袋里面。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的外债只有2200亿美金，韩国的外债6000多亿美金，我们到底在干嘛？不敢花钱，不敢花钱，因为我们华人嘛，就是白天赚钱，晚上回去偷偷数钱，我赚了好多钱，很开心，对不对？但是不能这样做，我们要用花钱来赚更多的钱。现在我们是有机会做这个事情。好，那当然很多人也问我一个问题了哈，就是台湾会不会有荷兰病的问题？对不对？就我们毒压了一个半导体。是啊，哈，两个不同的角度。好，第一个角度就是说，好，鸡蛋放很多个篮子，分散风险，对不对？第二种方法就是鸡蛋放一个篮子，看好它，不要让它掉下来。好，但是前提是什么？这个鸡蛋是好蛋呢，对不对？假设我们现在理解，我们的半导体在未来20年、30年甚至50年，都还是全世界的主力的产业。它是有前瞻性的，我们一鸟在手，为什么要放过它？对，这是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就是说，台湾地狭人稠，我们只有2300万人，我们还有少子化的问题哦。所以我们应该趁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的时候，我们来跟荷兰合作吧，我们跟德国合作吧，我们跟日本合作。你刚才提到了欧洲很多国家，他们需要台湾，非常有兴趣。其实我很惊讶，我去年10月底、11月的时候，我到西班牙参加欧洲半导体峰会，我是唯一的正式开会的亚洲人，他们都是欧洲人。OK， 好，那我进去的时候，很多人叫我也很惊讶，因为他在看《Digital Times》。OK， 因为半导体你就会知道说行业里面会看我们的东西，所以他都有感觉，看我是东方人的样子，就问我。对。好，第二天我要做一个报告。好，宝杰，你知道这种会议需要花多少钱？好，我告诉你，我参加2次，去年一次在新加坡，一次在西班牙马德里。新加坡在哪里开？你知道吗？在卡佩拉。好，这么好的饭店。马德里在哪里？在东方文华。好，那问题来了，来回商务舱机票，3天2夜，对方请客啊，要不然我干嘛要去？对不对？我去分享知识，对不对？But 他们做了2个单位都做一件事情。before 我去之前，线上 interview，你是不是 qualify？他们跟我谈半导体，我就跟他们讲解说我半导体怎样好，所以我去的任务就是讲解亚洲的半导体跟供应链给欧洲的半导体业的创业家、企业经营者听，所以他们都是顶尖的。好，那他们听到什么？半导体台湾为什么会成功？大家都很好奇。对，所以我其实想从1966年谈到2026年，我们这60年来一甲子，台湾是怎么改变的？我们从一开始懵懵懂懂不太懂。1980年代，1980年有2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新竹园区成立了。第二个，联电成立了。联电是1980年成立，对不对？好，1985年台湾开始做个人电脑。你知道为什么叫 IBM Compatible？ 你知道吗 ？IBM 相同电脑。因为我们以前被诟病做 Apple II 仿冒的。所以你知道，1985年行政院有一个科技顾问叫 Bob Evans，IBM 的 Senior VP， 他就跟李国鼎资政讲，他说 ：“KT， 台湾不要再做非法的 PC 了。”他说：“你要不要付一点钱给 IBM？ 你的 patent 用 IBM 的 patent， 好，你就可以 claim， 你就可以主张，我们是 IBM 相容电脑，那时候 IBM 最强，对不对？所以我们才建构我们的 PC 产业。Yes， 好，第二个，我们运气很好，1985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微软 Windows 出现了，那 Windows 还有第3个，1986年 Intel 的386 XT 出现了，386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它有 Southbridge、Northbridge 标准规格的 format，所以台湾不会定义问题。对，台湾我们常开玩笑，
美国人很会问问题，台湾人很会答复问题，所以你开规格给我，我就做给你看。所以我的主机板滑鼠就那时候慢慢做出来了，对不对？我们有很多主机板公司、笔电公司都在那个阶段做出来了。还有宝洁，你知道吗？1980年代的后半期，台湾 PC 每一年 double、triple 这样涨呢。你知道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卖的最好？哪一个市场最友善，对台湾最好？不是。东南亚不是，你一定很惊讶，北欧。北欧 ？Why？ 为什么？你去过北欧没有？我没有去过。你去过？你知道挪威哈？我知道挪威。挪威这个国家有北海石油，对不对？对。石油最便宜，但你知道挪威的绿能车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哎，它不是规定吗？不，这个它有它的战略。它在1980年，北欧的国家都这样，瑞典也一样。瑞典、丹麦都一样，他们干什么？他们说，你的租税负担率，你赚1000块美金，你要缴500块美金的税。但是如果你买 PC， 你可以抵税。好，那他目的是什么？他目的是教育老百姓，变成很好的未来科技的用户。台湾的问题是什么？台湾的问题是很会做不会用。对，所以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伺服器，如果我们建这么大的数据中心，我们每个人都坚持 privacy。好，个人隐私，我们的医疗资料没办法用，我们有非常棒的健保，所以我们建数据中心也没用啊，对不对？我们台湾我对台湾的医疗体系是赞不绝口，因为我也去看医生啊，还有每一次去看医生，有时候15分钟、10分钟就解决了，他排队都不用排，因为他会告诉你排几号啊，等等哈，你开始想象一下，我们去看一次病，250块、300块，我都忘了多少钱，反正挂号费很便宜嘛，对不对？台湾实在照顾得太好了，那么台湾在照顾的这么好的过程当中，我们老百姓愿不愿意让你可以适当被公用的资讯，让大家使用，不是一味的强求说巨细靡遗，每一个地方我们一定有缺点，一定有漏洞。那你如果天天只看漏洞，你永远看不到机会。你必须包容一些不完美，那个过程是什么？所以大家对于公共议题的讨论，不要只是为了绿能而绿能，不要只是为了隐私权而隐私权。我们比人家小，我们就是愿意比别人更愿意去尝试别人不做的事情，我们才有机会。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政府的论证、讨论问题要从人口密度，惠及庶民。你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获利的方法是什么？而我们的工具是科技，我们的工具是 IT、伺服器、数据中心，所有这个笔电。台湾都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之一，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所以是我们的政策上面，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不是骂政府，因为我们政府一直都是这样，跟蓝绿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回到本质，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改善？我们只要一次比一次改善，这个社会就会进步。那会不会有一些很多的问题是卡在那里，你完全没有办法处理？比如说，像我们在发展 AI 或者什么，你的电力是个问题。我看你这书里面，你其实对陈定南评价非常高，但对另外一位你有一点意见。那其实是不是就是因为核能？就是你台湾其实很多东西你没有选择，你必须要去做那个决定。那现在对台湾来讲，比如说我半导体，你总是有理由，电是不是台湾一个非常值得担心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回到知识为本？好，30年前谈核能跟现在谈核能事实上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第二个。当我们厂商都到大陆市场，我们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电。现在厂商都回来了，然后又搞智慧制造。我们现在不要讲台积电，对不对？请问一下，台积电用到台湾多少的电力？10%了，现在。Yes，那但是台积电贡献台湾 GDP 多少？40了吧？没有啊，台积电企业的附加价值率怎么算？你知道吗？营业净利、租税负担、员工薪资折旧，好。这个加起来才是附加价值率 ，GDP 是附加价值嘛？你要鸡蛋比鸡蛋，苹果比苹果，你不能拿营业额比 GDP 嘛？这个不合理。好 ，roughly 你讲的没错，也是10%。OK， 台积电贡献了10%，它用了10%的电力，但是台积电还有很多无形的价值。对，什么叫无形价值？大家因为有台积电更安心，好，对不对？所以然后呢，周边有很多公司跟着赚，好。它是共构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谢谢台积电。好，但是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这个国家要活下来，活得很好，它的方法需要哪些条件？每一年都要检讨。我举个例子来讲，有一次我到韩国，
帮20位智库的成员，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的教授，帮他们上课，上什么？上台韩关系。你很惊讶，我在谈什么？我就在开玩笑，我说，如果中国打台湾，我们有4个邻国，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你认为4个都会参战，还4个都不参战？1+3、3+1、2+2都可以。好，我说我是 analyst， 我是产业分析师，我只是告诉你有15种可能的剧本。那么我们研究过没有？这才是我的问题嘛，对不对？这才是我们必须作为一个研究员，因为我不是研究国安的哈，所以我不是专家。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方法上是这样子，你必须理解所有的国家它为什么要投入，为什么不投入，它的问题在哪里。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对韩国来讲，北韩是个变数。好，那我们跟北韩什么关系？好，等等等等，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些。因为它牵涉到国家安全的问题，它是无上限的价值，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花更多的力气、时间、资源去讨论这些事情，而且必须用最好的人。好，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这样。而且你之前我们在聊的时候，你讲的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以前我们都其实本来中韩台韩了，台湾本来是兄弟之邦，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处境，然后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可是后来呢，他跟我们断交，我们就非常生气。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产业，我们70%到80%，我们的产业是彼此竞争的，所以我们就非常生气。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好想赢韩国了。可以说现在不一样。你说你要来去了解台湾的定位，或者是来了解台湾去看世界。现在台湾跟以前不一样，台湾现在跟韩国的关系，台湾现在跟美国的关系，台湾现在跟欧洲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们跟韩国是竞争关系，现在是互补互融的一个关系。现在台湾最妙的是，我对全世界都没有威胁，因为台湾以前被骂就是你都不做品牌，最好的那块没有吃到，我们做的代工，我们就是无名英雄。可是没想到这个无名英雄却得到全世界最大的信任，我们对全世界都是无害的。所以你从这一点来讲，我现在有趣的，我就说台湾跟韩国的关系，台湾跟其他的关系，真的已经进到那种跟以前的概念想法不一样了。所以台湾人要用新的视野来看待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来交往嘛。很简单一个答案。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就是长得不一样嘛。对。好，大家想象一下，就是说，台湾2332万人，宜兰人多少？2%。花莲、台东另外2%，差不多嘛，对不对？所以4%在东海岸，96%在基隆到屏东，是不是这样子？扣掉1%在中央山脉那一块，90几个%的人在西海岸。请问一下，我们的密度到底有多高？实际的密度很高，可居住的土地面积到底有多高？对。我们可能是韩国的4倍到6倍。你为什么不这样想？看起来韩国人口是我们2.2倍，对不对？其实它可能是我们的4倍，密度6倍。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韩国的科技园区全部比照矽谷的做法。他们觉得科技公司就要盖出矽谷那个样子。对不对？台湾也在学，比如说我们矽谷园区也很像，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因为土地少，所以我们的工厂那个叫 compact 精巧型的，所以我们的工厂跟工厂之间距离很近。第二个，因为我们中小企业的底子，你知道韩国跟台湾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大家都知道大企业财团跟那韩国为什么都是大企业？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1960年代韩国起步的时候，它的社会资本比台湾少。台湾跟韩国的方法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台湾重点产业靠国营企业突破，韩国的重点产业靠大企业突破。然后呢，韩国政府把钱用廉价的资金成本借给大集团，三星、LG 这些大的公司，他在干什么？快速回报。为什么？只有大集团可以 commit，承诺你我什么时候还钱。所以韩国因为给大集团这种社会的资本越来越多，所以它外债越来越高。台湾正好相反，台湾是大企业没有。even 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大的公司鸿海，你认为鸿海真的是大企业吗？它规模很大而已，对不对？我们的决策的逻辑还是快速回应。所以我们的总体策略是什么？我们要去想这个，我们跟韩国是不一样的。好，那问题来了，韩国的工业区比如说它有一个地方叫水源。水源就是三星的总部。好，水源附近有2个重要工业区，叫华城跟庆兴，它是做半导体、做手机的，都是在那个地方。
那个整块都是三星为主。SK hynix 在城南、利川不同的城市 ，LG 在富川，所以每一个城市一个，各做各的，所以 vertically 垂直分众，这是韩国的特色。一开始韩国比较有优势，做品牌、做上下游整合，因为都是自己的公司，他做垂直整合嘛，对不对？台湾呢，你知道科学园区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想进去，你知道吗？我知道。好，那第二个为什么？好。你知道1985年、1986年的时候，科学园区里面的工钱，员工的工资比外面低哦，你是不是很好奇？我没想过这个事。我调查是我做的，我自己去做啊。我被筛到新竹园区做产业规划，所以我要去做那个产业调查。我还记得我问一个老板，我很好奇，为什么新竹地区的工人的工资是9500，科学园区里面只有9000。他们说：“哎呀，你不知道，新竹人都喜欢到科学园区来工作，所以我们可以少付500块。”哦，可是你喜欢到，你们为什么还少付500块？形象好啊！我在科学园区，因为那时候工作不是很多嘛，对吧？形象很好啊，所以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这500块是政府补贴的，因为政府给你一个好的环境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府也做对了几件事情。好，土地不能买卖，只能用租的，这个都是我们初期做的不错。第三个，我们欢迎归国学人。宝杰，你知道吗？一开始科学园区啊，厂商都不进去。我们政府的政策是什么？你知道我们政府的对策是什么？对策，只要是电子产品都算高科技，所以做键盘也算。所以我们把最简单的东西，只要是电子，全部往科学园区塞，所以我们就很快就形成产业聚落。然后呢，日本、韩国就跟我们不一样。日本、韩国说 no， 美国才是对的，矽谷才是对的。所以日本有竹坡科技园区嘛，韩国有大德科学园区，跟我们的新竹同一个时期，只有全世界真正做科学园区成功的只有台湾，他们都不成功，他们到现在还在 R&D oriented。这好有趣哦。对啊，因为就像你书里面写的，现在台湾地狭人稠不是它不是一个诅咒，是一个祝福。那我也记得张忠谋讲过说，台湾很重要的就是我在200公里，算是现在讲50公里，50公里里面我要什么都有。原来这50公里什么都有，不是一个我刻意形成的，原来一步一步的，什么把键盘了，把所有的东西 PCB 所有东西放在50公里以内，是一个不得不然的结果，就变成台湾现在最强的优势。我去考你一个问题哈，你答错没关系。好，请问一下，传统的键盘一个出口报价大概多少钱？键盘啊 ，keyboard 最早的吗？现在现在我不知道。好，4、5块美金，你会不会很惊讶？这么便宜啊？好，但是也有贵的键盘啊，gaming 的键盘很敏感啊。对，好，所以100-200块也有啊。所以问题来了，台湾人都会做，然后呢，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月上千万台。那你跟我下订单，下100万颗，100万个键盘，我答应你1个礼拜之内给你交货，上面有100种文字，我们都可以干得出来。就在台湾厉害的地方，这么厉害。所以键盘是不是高科技？施正荣讲过一句话，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说，能够用高科技的观念管理公司的公司都是高科技公司，产品不重要，我知道怎么管，这才是厉害嘛。好，那你知道我们现在有1051家上市柜的电子公司，去年的总营业额是1.18兆美金。那请问一下，后面需要多少 working capital 营运的资本？2000亿美金。那金融界靠谁赚钱？靠电子业赚钱，对不对？电子业是很大的一部分。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相辅相成，我们需要资本市场支持。好，那资本市场要理解，我们现在是世界级的产业。对，我很羡慕，为什么西班牙的银行、美国的银行愿意办那种世界级的活动，然后找20个。我刚才问你说，20-30个人要多少钱？我稍微算了一下，70万美金，台湾干不干？对金融界小钱呢？是嘛？但我们没有嘛？对，好，所以没有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无法定义问题，我们不知道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好，第二个问题，所以你说在国外的这都是金融界扮演这样的角色，可是台湾的金融界并没有扮演这样的角色。没有，我没看过，至少我没被邀请，或者我没看过。好，重点就是说，我们对金融的理解，因为产业越来越成熟，所以我刚才为什么特别谈到，如果三星今年的获利等于台积电今年的营业额，对，
那你开始发现这是 capital game，这是资本市场的竞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去年7月份，我接受英国政府的邀请，我到London 的 Tech Week 科技周去讲课。我在讲课的时候，英国政府官员坐在底下，他们跟我举手发问，因为我讲了一个问题，我说我认为英国要认真考虑投资台湾半导体设计公司第6名到第20名的公司。然后他们很好奇的举手，为什么不是第1名？因为轮不到他们。也不，我们不好意思这样讲，我们说啊，拍谁比较贵，好，因为你知道联发科就满了1-2千亿美金嘛，市值嘛，哈，重点说，假设那他们为什么要投资我们？你认为台湾缺钱吗？台湾的招商策略绝对不应该跟大陆、跟印度、跟泰国一样。你知道新加坡为什么要招商？我跟新加坡官员讲，好。新加坡跟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全世界有10%的晶片是在新加坡生产的。我知道。好，第一个问题是欧洲要。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新加坡的政策是什么？它是 outside in， 它没有本土公司啊。对。台湾是 inside out， 我们吃饱了吃满了，我们必须到海外去。所以我们对全世界的看法是什么？第二个，我们能不能借力使力，借别人的钱壮大产业啊？当然可以啊。当然啦，所以它不是钱的问题。我们有6-7千亿外汇存底，我们不缺钱呐，所以该来的他自己会来。对，好，所以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说我们要的是谁？我们要的是康宁嘛，我们要开的蔡司嘛。对，这个啊，日本的史密托摩我们很有兴趣啊，做化学的、做设备的，我们都很有兴趣啊。对，我们应该去想，我们是供应链哪一环我们需要嘛？好，因为我们现在是美少女啊。我们怎么去卖成村姑了？你说这个当然不对吧？对不对？我们要打扮得好，我们要知道怎么去说服人家。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因为第6名到第20名的设计公司，第一个，我们的 margin 没有剑桥附近的安倍斯的设计公司那么好，所以我们不是竞争对手。但是台湾为什么会好？我们的 margin 比较低，是因为我们地狭人稠。对，所以因为我们高度竞争，所以高度竞争的背后是什么？最棒的生态系，所以你现在英国最好的设计公司缺的就是生态系。您知道韩国的半导体设计业只有台湾的1/10吗？1/10耶！韩国人比较笨吗？当然没有，当然不是。好，因为他没有鸿海、广达、人保、伟创、和硕，所以我们有下游，他没下游，他只能卖给三星的 LG 嘛，对不对？所以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优点在哪里嘛。所以 again 回来就是说。台湾将来在知识服务业上面，能定义的是 B to C、B to B， 不是 B to C， 因为 B to C 再大也是2300万人，对不对？所以你说台湾跟全世界的连接可以更紧密，不是我们出去，现在可以让全世界进来。当然讲的，你现在的包括我们知道的辉达进来了，现在康宁最近也进来了，包括这个日本的这个所谓的化工厂也进来了。你说可以来的更多、更密集，你为什么不去想？假设韩国 ，even 韩国。泰国、越南有很多新的 IC 设计公司要上市，能不能到台湾来？当然可以啊 ，Why not？ 因为市场在这边嘛，它接近市场，而且我们听得懂他在讲什么。他们自己国家的市场不见得听得懂，他也没有规模。那为什么我们不成为？我们现在重新思考一下，亚太金融中心这个概念，30年前不可行，现在为什么没有机会？我们开始要想这个事情嘛，哈。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台湾2031年 GDP per capita 人均会到达56000块美金，那么比现在大概会增长42%。请问一下，宝杰，这42%长在你身上，还是长在我身上，还是长在别人的身上？这就是问题了，这是大问题。我们会发现说，哇，长出来了，80%去了半导体，那么社会碰到更大的问题。我们开始要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你刚才讲，为什么你就要跟蒋万安上课，就要去跟这个所谓的赖清德喊话，就是你要在这个时候进行分配。对，我们现在最有条件，因为今年一定超收嘛，经济这么好，国家税收一定超收嘛，所以我们要利用超收的钱，不是每个人发1万块，不能干这个事，这政府不负责任，在野党也不负责任，就是我们不能去要求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呢，我有一个建议了，我真的希望政府把从政的政治人物都全部找来上课，他们必须要知道。台湾现在80%靠电子业，背后有哪些条件、机会？好，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契机，对不对？坦白讲，我就说，上礼拜 CNN 来找我，
我说你不要听我一个人的，我当然可以跟他讲解哈。我说你应该听到台湾各种不同的声音，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概念，去跟全世界人讲台湾现在的地位角色，可以跟别人协助什么。我说我对你无所求，是好，所以我们应该想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台湾人，我们就是该创造台湾的价值。好，不过在你刚才讲的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台湾现在已经不能光靠技术了。我现在跟你说，我在这个地缘政治部分，其实就讲黄仁勋，我觉得今天最有新闻好去的就是川普要去中国访问，就黄仁勋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那黄仁勋的角色跟台湾的这个政治定位又非常有关。你讲说台湾一定要搞清楚我的位置，怎么看世界，然后我怎么进来，怎么出去。那现在台湾变成了刚才讲这么重要的一个中心，我怎么来去等于说，特别是我跟中国的关系。我跟所有的关系，特别是跟中国的关系，在中美大对抗的状况下，我怎么自处嘞？刚才你一开始提到张忠谋、黄仁勋这两个人，他其实就是非常 symbolic、非常象征性、非常标准的地缘政治最前沿的。现在应该是魏哲家了，对，魏哲家应该听魏哲家哈，就魏哲家跟那个黄仁勋，他们两个一举一动，他真的会影响到全世界的格局。好，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我们对于 China 对中国这个名词的理解是什么？好，所以我们坦白讲，如果你一天到晚都是看简体字，你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说宝杰，请教一个问题哈，如果你用中文查资料，半导体产业的未来是什么？中文会告诉你哈，台积电一枝独秀，10年荣景没有对手，这是中文的资料，繁体字的资料。繁体中文。哎，你如果查英文呢？人家会告诉你 Intel 不错哦，NVIDIA 也不错哦哈。然后呢，你用韩文查资料，你会出现三足鼎立哈，Samsung、Intel、台积电好会出现。那如果查简体字呢，只有几个字，好，中国一定强，不是这样子吗？说中国一定可以把 UV 设备做出来，因为所有的声音不断的复制，但你 actually 你会发现资讯来源只有一个，两个很少数的来源，因为大家都不做研究，对，因为网红嘛，网红我只要讲给你听，至于查证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啊，你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就是说你可以影响很多人，但是我背后的查证的功夫，我怎么去确认？你如果做不到，你要找对的人问，你信赖的人问。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发现说，为什么政治人物都去找传统的网红？因为他有选票，但他对世界、对产业没有贡献，因为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时间搞这，他也没有兴趣。好，所以我们回来要扭正，要扭曲的结构要重新去思考。那对中国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开始要去理解尖端科技、成熟科技、应用端。所以我有一个资料叫9宫格的结构，供应面、天地人的概念，就是 supply side、demand side、天地人。美国是天，中国是地，我们是人，我们怎么面对问题？那你要从供应面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你要从需求面的角度看这个。所以主权 AI。边缘运算，还有事业的模式，所以新创产业非常重要。是为什么重要？因为那是年轻人的希望。如果国内没有新创产业，年轻人只能真的到工厂去。好，那其实你如果在台湾，你会觉得台湾真是一个被祝福的地方。你还想到这样的一个罪儿小国，你居然有这么多的技术，而且在台湾，在这全世界扮演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这真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祝福。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祝福之外，接下来怎么走？台湾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因为其实这个世界是非常险恶的。其实你有时候走错了，你后面后悔莫及。所以我们常常看黄社长的这个言论，就是你要非常清楚台湾的定位，台湾拥有什么的条件，台湾怎么去跟世界应对，这个才是台湾真的能够安身立命的最重要的关键。非常谢谢社长今天跟我们讨论，谢谢宝杰，社长，谢谢，谢谢。非常谢谢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们都会来仔细的阅读。我们非常谢谢施娜77，你说谢谢我们的制作团队的精良内容，他小小心意，我们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们也会努力的来制作您喜欢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个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然后呢，你说谢谢我的用心访问，你谢谢洪医师认真教学有关肾的健康这个知识。现在对于这种健康医疗是我们在网络的部分非常认真要耕耘的一块。我们当然希望台湾未来是一个强壮的国家，台湾未来也是一个伟大而这个健康的国家。另外，我们也感谢了这个 QB Jackie。那你说我们导正了台湾往正向的道路的无形力量。
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相信说，走对方向，走正确的路，比什么都还重要。那我们也非常谢谢这个 Albert 王，他说你深有同感，从大中小去观看事情，希望能够找到不同的产业来说说他们的成长趋势。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整个产业趋势是呈现一个大爆发的状况，现在连韩国都非常的紧张，所以未来我们也会多报道这种产业趋势，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成长。另外就是非常谢谢林立清 D2S， 他说你现在看到了伊隆马斯克的打不败神话，现在台积电的50公里的强大供应链，我们现在也会针对这些国际趋势，而且在整个国际变化的当中，台湾我们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然后，那我们也看到了，另外就是这个 Lovely 这个您提到的，就是说。感谢我们精辟的见解，把台湾的情势诠释得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方向。因为台湾一直在往前走，台湾的往前走，我们要相信台湾。另外就是这个所谓的 7-5里面，你特别就是感谢，我们也感受到您的这个对我们的肯定。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另外就是这个蓝静，您说谢谢我们制作优质的节目，他是一个退休人士，支持台湾，我们也希望整个台湾一起来进步。另外就是这个 Boy K， 然后呢，你说谢谢我们提供这个内容，然后您说您是政大传院的学生，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非常努力的来感谢您对我们的一个喜爱。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说很久没有看到宋老师了，那就宋国成宋老师。那当然我们在两岸国际之间，我们也会多做这样的一个报道，甚至就是一个 Helen Pan。然后呢，你说谢谢明老师，明老师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访问的来宾，未来他也会定期来上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你们这个喜欢我们也会非常认真，我们非常感谢，因为这么多人喜欢我，对我们来讲那是一种责任，那也是一种我们需要的这种所谓的使命，我们会好好的把这些工作做好，谢谢。